丰收时节，岭南第一佳果为何让农户发愁？前站咯，今年你白做咯。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？可鲜食，可入菜，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？老广的味道之佳果。岭南之地，温暖的亚热带气候，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——水果。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，甚至成为餐桌特色，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。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，五颜六色，吃下一车彩虹，是潮汕人入夏的仪式。顾名思义，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，一般晚上售卖，下午提前准备。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，在青芒果、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，或者南姜末。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，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，必须分开泡制。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，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，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。吃之前切块，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，清清爽爽。甘草生津止渴，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，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。在汕头，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，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。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，又被称为青果，因味带苦涩，很多人难以接受。但在潮汕，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，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。为去除苦涩味儿，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，再过冷水浸泡一夜。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，去色后再用油熬制，加入花生、南姜末等配料，制成炒橄榄。而在潮州，则是将橄榄切开，浸泡1天1夜后，在热油中爆香蒜蓉，加入橄榄、南姜末、碾碎的9层塔等炒至干透。做法相似，但各有鲜香。用石臼把南姜捣碎，再加入橄榄捶压破碎，根据3碗橄榄1碗盐的方法制成，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。许多人不知道，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。每年11月，林珍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。當係今年頭橄欖佢哋都嚟生個椒的呢。我有椒。當係所以佢哋嚟切過嚟有黏了吧？我等睇啊睇。11月，橄榄收获的季节，果农都得用6、7米高的长梯，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。金灶镇独有的这种3碾橄榄，又叫3棱橄榄。橄榄树种下7年才挂果，产量逐年增加，但丰收过后，下一年一般会减产。生长期长，产量有限，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，1斤可以卖到500元，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1斤。
你这包咗跌到挂跌无啲惊哈。哎呀，这种冇错，快剥粒。當粒等掉就好食。所以咪就黐台啦，好食嘛嚇。咁樣能比古牛油好吃啊！是啊。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，果形椭圆细长，其端有三棱而得名。果皮呈金黄色，光滑鲜艳，久嚼后满口留香，回味甘甜，肉质爽脆无渣，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。在传统的潮菜里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，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。在林真彪看来，烹饪过程虽简单，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。我的美食呢，我就尽量呢，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，添加太多的东西。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，我提倡的是说我做出的菜，就我们普通的家庭，他们看到以后呢，能在家里做，那么你就得讲单。普通橄榄用来炖汤，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。橄榄参煮鱼，先将鱼头洗干净，在锅里放入五花肉，再加入鱼和橄榄参。橄榄参独特的清香，还带着南姜的咸辣，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，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。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煸香，加入小虾同炒，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，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。而珍贵的三棱橄榄，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。潮汕人喜欢吃芋泥，但芋泥甜腻，加入清淡的燕窝，点缀上削制的三棱橄榄，是最好的饭后甜点。林真彪爱做菜，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。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，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。一颗小小的橄榄，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。被称为建果的橄榄，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，就像中间之言，虽逆耳，而总是对人有益。在他们眼中，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，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。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。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，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，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。每年4月，增城漫山荔枝花开。今年花期雨水少，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。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。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，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。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，每天都要到果園裏檢查。因為呢邊呢啲荔枝場咧，我個比較山高，溫差比較大，晚黑冷啲咁，佢成熟時間比較長，但係荔枝品質都係比較好嘅。這個在增城朱村鎮白水山上的果園，山泉水順流而下，高溫高濕，光照充足，種植荔枝最好不過。果園裡這些荔枝樹，還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親手栽下的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產國，
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。等到6月底，荔枝红遍山头，采摘的时节到了。在广东，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、糯米糍、怀枝等。今年梁金友的果園迎來了種植以來最大的一次豐收。多到係荔枝絲都有荔枝，未經歷過咁多㗎。按照常規嘅嚟講，佢都成倍咁翻。這些年，人工費越來越高。今年雖是荔枝收成的大年，無奈果多價賤，賣出的價錢還不夠支付工人工錢，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。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較辛苦啲，就係定200蚊一日咯。剁荔枝嘅就120咁咯，都係定呢個價。蝕就唔使點蝕㗎，就冇錢賺咯。今年你白做咯，係咁㗎，有好做有唔好做㗎嘛。價錢貴嘅要賣過啊，價錢低嘅要賣佢啊。成熟的荔枝果殼鮮紅透綠，新鮮採摘下來立刻吃，口感最佳。一個個胖嘟嘟的果肉，飽滿多汁，晶瑩雪白。本地種植較多的屬桂味和糯米糍2個品種。桂味表皮帶刺，脆脆的果肉吃起來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。與清甜的桂味不同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裡面甜度最高的。仙境鳳個頭大有蜜香，水晶球爽脆。不同品種的荔枝看似相似，卻各有各的滋味。荔枝的採摘期只有不到1個月的時間。採摘下來的荔枝存放時間一般是3到5天，所以從採摘到分裝、打包、送貨都是在1天內完成。原來預計係8萬嘅咯，而家應該會出9萬。今天果園裡迎來了幾位特殊的客人。原來增城1年1度的荔枝品鑑會又要舉行了。梁金友今年參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評選，組委會的工作人員來對種植場地進行核查。都幾熟。你呢個歌場咧，管理水平比較高，算係高啦，喺我哋啲專業庫嗰度。比賽日到了，梁金友早早地採摘了新鮮的桂味和糯米糍，帶到現場。中國荔枝品種有100多個，僅廣州就有60多個。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眾多荔枝中脫穎而出嗎？雖然辛苦1年賺不上錢，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獎了，這讓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報。糯米糍是金獎，那個桂味是拿了銀獎，很高興，自己都心中有點底的。這幾年，老廣們變着花樣創意本土荔枝，荔枝宴成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會。無論是混入蔬菜製成沙拉，還是與牛舌搭配製作肉菜，亦或加入椰水雞肉煮湯，荔枝果肉總能在不同材料裡增添一絲絲甜而不膩的獨特口感。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來泡酒，脫去外殼，一個個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，靜置3個月，又是另一番美味。7月，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來了一批批慕名前來採摘荔枝的遊客。摘下一顆荔枝，牙齒輕輕劃開脆脆的果肉，香甜像炸彈一樣激烈地衝散開來。那滋味讓人嘴角不自覺地上揚，
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。吃完这一波荔枝，则又要等上1年了。对梁金友来说，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，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。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。盛夏，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，进入1年中最炎热的季节。天气热，佳果熟，西瓜、龙眼、番石榴等新鲜上市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，当属菠萝蜜。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，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，以此来区分2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。7、8月，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。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，果实有冬瓜大，外形如牛肚，皮似锯齿，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，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。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，因为口感甜而不腻，除了当水果吃，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。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，切开后去除果核。本地人喜欢与菠萝、蜜枣、腰果同炒，酸酸甜甜，是夏日里的开胃菜。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，制作菠萝蜜焖鸡、菠萝蜜炒肉丝、菠萝蜜蒸水蛋、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。最特别的是，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，裹上面粉，放到油里炸。菠萝蜜的甜味儿包裹着奶香，香酥可口，味道极其特别。雷州半岛最南边的足荣村，地处热带，高温多湿的环境，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。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，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。阿婆莫娥莲家的菠萝蜜树，属村子里最多了。直直掉，铁架长只，摸点到蛋，一个无伊话讲家又无伊叫我做去食嘛。20多年前，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，每年自然结果，已经完全不用打理。7、8月成熟时，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，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。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，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，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有趣的是，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，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。卡又滴血，手滴血，手打无光，卡打落就无食啦。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，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，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，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。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，因果肉甜，很少见有酸味的，
故以蜜冠名。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，除了务农，暑假里二伯陈少养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。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，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，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。憋，看了憋了，看看我了。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，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。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核留下来洗干净，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，给小孩们当零食吃。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，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，煮成鱼汤。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。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，有类似栗子的口感。早些年，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，如今子孙满堂，儿女们都在身边。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，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。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，还有位于汕头澄海盐红的周振平夫妻俩。6月，打理了大半年的林芹树逐渐开花了。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的进行人工授粉。4天前授粉的果树，果实已经展露雏形，长了1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。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。我包伊就俾佢金星定碟，就俾晒汤。等下當下擠牙，伊就去耕秧。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原来，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芹的水果，学名番荔枝。幼果外观像荔枝，又自番邦引入，故得番荔枝之名。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鳞目状，酷似佛头头饰，又名释迦果。在汕头，一提到林芹，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。传说200多年前，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芹苗，种植在张林老巷口。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芹，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。澄海依山面海，土壤富含钙质，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盐红镇能种得出林芹来。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，但本地人因地制宜，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。打理林芹10几年，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。澄海当地盛产薄壳，加工成薄壳米后，壳大多被丢弃了。但是在周振平眼里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。不过，薄壳跟林芹树有什么关系呢？咁潮咧，要咁咪攝種啊！天師薄落好，我哋都可以擔夠肥糧，啲天氣熱了，我都鹽涼。歐能潮啊，那做乜拆卡拆燒？我擺。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？立秋过后，林芹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，挂果100天的林芹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。
和其他辛苦1年的果农们一样，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、9月份的收成。你小心很好，没管你管我们，很光彩无样样，但是我朋友生是要轻。在澄海，林芹一般都是成筐收购，个头大的1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。林芹不宜久放，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，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，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。早上天刚蒙蒙亮，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。我也无吹过，我看伊落地个，生个大英命，即系咪叫唔是那用山梁管就好，大家袂有街头管，念金界叉界石得远，我也袂杂拨，有人袂背街，山梁管也袂。这个那配鸟为生。周振平家里的林芹个大饱满，备受收购商青睐。总能卖出好价钱。海內嘅辛苦，難得貪有錢做歡喜，你又唔家己辛苦咯。有錢少做咪辛苦，做了無錢少做，家己較辛苦。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芹果。临近8月15，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。每天早上9点不到，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。等着趁先运走。与台湾的世家不同，潮汕的林芹个头更圆一些。品质好的林芹，鳞皮鲜艳呈粉绿色，摘下来存放几天，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。轻轻捏开果皮。肉质白色，如脂似膏，味甜清纯。林芹一般鲜食，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，最多的是制成糖水。林芹富含果糖、矿物质、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，有水果补品之称。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，最后加入林芹果肉便可出锅。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，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。中秋佳节，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，是林熙珠最期盼的了。有了厨师儿子在，林熙珠乐得清闲，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。喂，听到吗？每年8月15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，收获时节、团圆之日，是1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。我是谁？啊，这样。喂，大家好，谢谢吧，谢谢吧。林芹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，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。每年12月，浙林如海，绿浪连天。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，迎来了1年最忙碌的时候。广东是我国第3大食糖产区，仅次于广西、云南。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，种植面积占全省的80%，主要集中在穗溪、雷州、徐闻，而穗溪更有全国第1甜县的称号。甘蔗成熟时，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，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。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，收割还得靠人工。12月底，穗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，
也请来了工人，开始了1年的收割。作为农场职工子弟，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。大家都说嘛，锄头一响，黄金万两啊。我们很喜欢12月份，又有干蔗吃，又有钱收嘛，有钱过年了。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。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，皮硬纤维粗，不适宜鲜食，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。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。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，最老的已经60年。虽然年代久远，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。经过压榨、过滤、煮沸、蒸发等流程，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，最后经过烘干筛选，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。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，在湛江，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。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，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。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，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，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。因为呢，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嘛，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，现在大概是380左右。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，每一亩地。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，他的父母觉得辛苦，并不支持，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回乡后，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，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他发现了新大陆。这红果啊，放到那么高了，这还没本地都冇晒幾靚咯。哦，係咩心嘅咧？紅心啊嗰啲。哦，紅心嘅咩？冇產量多啊？一冇產量冇講得到，天氣好又多啲，天氣醜又少啲，就係咁啊。这种红肉火龙果，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。本地人收購啊。很快，他也发现，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。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。他们说，那个东西卖给谁了？3亩地，人家拉去用5路车，那当地卖嘛，人家又没有吃过的那种东西，人家害怕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，没有人种的东西我要去种，谁不能种的那不要种了。没经验，就自己慢慢摸索。想不到，靠着自学种下的3亩试验田，竟然成功了。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，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，只开1晚。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，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。如果说昙花惊艳，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，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。12天之后，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，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。火龙果挂果周期长，每年6月一直到12月，1个月采摘2次。陈小军没想到，第1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。我们那边气候好点嘛，光照也多，属于一个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。我们这里是属于红土地，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，
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，很甜。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，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，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。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，整个遂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，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。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，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。有趣的是，除了直接吃，摘下来的火龙果，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。把火龙果切开，只取果肉，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，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。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，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。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，汤的味道更是清甜。收获时节，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，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。这些年，因为种火龙果，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。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，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入。吃着火龙果，陈小军盘算着，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。而在广州，有些人不种植水果，却一样以水果为生。每天早上5点多，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。睇呢只啦，呢只未結，呢只，哇！呢只紅身得滯喎，呢只。就話呢只，呢只可以，呢只得，呢只腍身啲，呢只腍身啲。作为一名采购总监，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。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，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。车厘子的话，一个是枝头要轻，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。英文叫 dark， 就是越深的话呢，它那个糖度越高啊，口感也好。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，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、味道、品质了如指掌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。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，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，然后就是口感，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。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，龙眼的时候吃龙眼，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。现在这个时间，刚好这个南非橙子，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。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，蔬菜、水果2大类，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。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。今日啲山竹好賣喎，好賣，貨多唔多啊？依排少啲啊，咁少啊，價錢又升啲啦。啲食用率幾多度啊？80度啊，都叫接受。每天交易大棚2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，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。发达的物流
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。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，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。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，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，再完成分拣。还有没有没拿完的？几点没拿的话，这边有人会统计嘛，会催供应商有那个求啊。对啊，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，快一点。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。下午，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课。各位同事啊，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。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，是吧？其实质量不算很好，啊，新鲜度不够。那么什么是新鲜呢？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，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，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。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甜啊！你们自己尝一下，啊，味道还不错，它的甜度。最近，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。像这个一定要剪掉，不剪掉的话，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。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，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。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。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，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、口感好的，那我们倒过来再去它产地，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。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，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。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，但是皮儿薄肉厚。平时见的都是澳洲、美国、江西的血橙，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，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，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。啊，我挑一个啊。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、有机肥，很好的这个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。是。哦，这个有14.9了。这个糖度有13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血橙来讲的话呢，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，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，它这个呢就没有渣。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，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。因为喜爱，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。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、优质的水果。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济，全球采买，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，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。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，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。